凛冬腊月，青皮县客运站里，沈之修错过了唯一一趟去滨城的班车。丈夫沈彦恒在滨制研究所攻坚项目，他思夫心切，黑车司机老周报出了75块的价格。丈夫曾严令不许坐黑车，降5块，走不走？瞒着他悄悄上车，8小时就到了。老周为省下公司路费，专挑偏僻环山小路行驶，原定8小时车程越拖越久。现在是2023年，你们在隧道里昏迷了，你的身份已注销。父母电话全成了空号，最后试试燕环的号码。你好，请问是沈燕芬先生吗？我马上到。失踪之前，我们是夫妻。还记着。手续办完了，跟我回婚房。沈彦恒单手拎起我的行李箱，迈步踏上老式水泥楼梯，楼道墙面泛黄，扶手布满常年摩擦的包浆。打开铁门的瞬间，屋内陈设撞入眼帘，我愣在玄关，悬着的心稍稍落地，可沈彦恒疏离客气的态度又让我莫名局促。沈彦恒将行李箱推进卧室，拿出全新床单被罩，不等我争抢，利落铺好床铺。他动作熟练，细微的习惯和20多年前别无二致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头五味杂陈。先整理数据，我买完东西就回。你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他不吃油炸，我怎么忘了？这些年你一直独自住这套房子？住在研究所公寓，这里只午休，定期雇人打扫。夜里我躺在熟悉的主卧大床，翻来覆去无法入眠。窗外零星的晚风吹动窗帘，我悄悄起身走到客厅，意外看见沈彦恒坐在沙发上，怀里抱着一本泛黄旧相册，相册封面是两人年轻时的合照。他在看什么？那是寻人字条，1年1张，整整22年。晨光顺着老式塑钢窗户缝隙钻进房间，窗边盆栽薄荷沾着露水。沈之悠早起走进厨房，习惯性想按照2001年的做法煮杂粮粥。原来最温暖的烟火一直都在原地等我。我们好好谈一谈吧。我们是市刑警队的，有些情况想了解一下。我们会尽力帮你找回失物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还是这个味道，小时候过年的味道。研究所通知我下午要参加线上研讨会，原计划带你熟悉滨城的事儿得延后了。你去忙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我好奇翻看书柜，在最隐蔽的抽屉找到一个实木收纳盒，盒子上锁，没有钥匙。我正琢磨如何打开，沈彦恒提前折返家中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好奇翻书柜，发现这个盒子打不开。我来打开。这里面装着你从小到大丢失的东西，童年发卡、破损书签、旧情书，我耗费22年四处搜集而来。难以想象眼前清冷的男人耗费23年奔波各地搜集零碎回忆。中巴失踪消息传来后，我放弃了出国深造名额。法定宣告死亡后，我顶住双方长辈催婚压力，终生没有再婚。我们去档案馆帮老周找找线索。我亲人离世了，住址也变迁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唯有我还有他可以依靠。
林立的高楼，无人驾驶的共享汽车，处处都是陌生的2023。曾经熟悉的小吃摊尽数消失。尝尝这家新式私房菜，菜品改良翻新，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市井味道。喂，考古研究所的朋友，环山隧道近期准备整体修缮施工，施工队偶然挖出20年前遗留的中巴轮胎残骸。隧道出土的遗骸旁，发现一块刻着你名字的老旧木牌，木牌来历成谜，似乎和时空错乱根源兼构。在城市的深处，时间的胶囊被意外开启。两件同源木料的物品跨越时空相遇，吊坠难道是触发时空中穿梭的关键？木料正是当年我亲手打磨桃木平安坠的同款。这是我们在第3层遗迹发现的，上面的符号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。这块木牌和我们穿越有关吗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东西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我偶然想起，当年发车前曾在隧道口捡到一块奇异彩色碎石，随手丢在了驾驶位储物箱。出事之后，碎石跟着车辆一同消失。程帆，立刻协助警方调取隧道周边早年地质资料。知佑，真的是你！22年了，你的样貌一点都没变，我认得你。你父母搬迁后定居邻市康阳小镇，但3年前搬去外地旅居，具体地址无人知晓。还是找不到他们吗？知佑父母这些年每年都会来滨城祭拜失踪的女儿，下周恰好会回滨城探亲。得知父母下周归来，我整日坐立难安，既期待重逢，又害怕22年的岁月鸿沟让至亲变得生疏。沈彦恒看出我的焦虑，推掉研究所短途出差行程，全程陪我筹备见面事宜。白天我们出门购置见面礼物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沈彦恒耐心在一旁讲解新时代的生活变化。路过一家宠物馆，里面一只短腿柯基和我行李箱贴纸图案一模一样，我挪不开脚步。沈彦恒当即定下领养名额，打算当做惊喜礼物。返程路上接到李警官电话，剩余2名穿越乘客找到落脚处，其中1人想要委托沈彦恒帮忙查询自家老宅拆迁补偿款去向，当年突然失踪，钱款一直被搁置，机身早已无法开机。电池腐蚀的厉害，但存储芯片没受损，当年的短信记录有机会恢复。3天后过来取吧。整版刊登着当年中巴失踪的寻人新闻，报纸边角全是他反复翻阅留下的褶皱。深夜，窗台的桃木吊坠受矿石残留微量空间粒子影响，发出微弱柔光，房间光线扭曲一瞬，桌上玻璃杯莫名移位，时空似乎还有再次波动。凌晨的微光透过玻璃落在桃木吊坠上，昨夜短暂的空间异动让沈彦恒高度警惕，临时将木坠妥善存放，避免再次触发未知空间变动。老师手机的数据全部恢复成功了。2001年，沈之毅离行前发给沈彦恒的短信清晰播放，软糯的文字隔着22年岁月，戳中沈彦恒深埋心底的执念。找到我儿子的下落了，他定居滨城，从事园林设计工作，约定隔日父子见面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隔天我们一同陪你去认亲。即将归来的父母，你们还好吗？我提前订好了靠近小镇的民宿。教授，您22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
我明白了。这是当年父母以为女儿身亡后写给她的家书。爸妈，泛黄的信纸字迹苍老，是沈之悠父母在2005年写下的家书，原本打算烧给失踪的女儿。原来这些年，父母从未放下自己。别哭了，我在这里。隔日一早，一行人陪同司机老周去往园林设计院认亲。爸爸终于找到你了，爸，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，爸爸一直留着。我小时候，这是当年捡到的碎石，和隧道奇异灯光颜色高度契合。我带回去做成分检测。这个线上买菜软件怎么用啊？我来教你。之佑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变？当年燕恒每年除夕都会独自来老宅楼下站很久。走吧。房东说爸妈临时更改行程，提前1天来婚房登门。爸妈，知悉，我的女儿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燕航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这些年我们四处旅居，年年回来祭拜女儿，从来没想过还能活着相见。当年拆迁前夕，我曾去环山隧道祭拜，在洞口捡到一块桃木料，随手做成木牌丢在隧道角落。那块木牌应该就是施工挖出的那块。原来所有巧合都是这样串联起来的。燕恒，你和之瑜打算重新组建家庭吗？我会一直守着她。下一站人民广场，女儿容貌未变，希望两人重修旧好。彩色碎石加桃木吊坠同时靠近，受空间粒子影响，就能产生小型空间裂隙。彩色矿石的检测报告摆在书桌，矿石与桃木这是触发2001年时空穿梭的双关键。隧道往地2D+时空间立住它，造就了那场横跨22年的时空错位。集齐两样物品重返隧道，探查空间本源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让你去冒险。我们刚找回女儿，不能再失去她。我会做好万全防护，携带研究所专业探测设备，规避空间危险。我想要尝试回到原本的2001年。我已经适应新时代，打算留在2023安稳生活。我选择和儿子团聚，放弃返程。同意借用全套防护探测仪器。22年的等待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你安稳相守。无论你选择留在当下还是返回过去，我都尊重你的决定。夜色降临，桃木吊坠放在客厅桌面，与彩色碎石隔空相对，在地磁与微量空间粒子作用下，空气微微扭曲。桌面光圈缓缓舒展，光圈中清晰倒映2001年腊月客运站场景。我们不再阻拦你探查隧道，但要求全程跟随，贴身守护女儿安全。好。穿戴好探测装备，进入后跟紧设备指引。别碰！
随意触碰空间能量，极易被乱流卷走，永远困在时空夹缝。天然矿层绵延数十米，是整片隧道空间异常的根源。我在2001年还有孩子，我的亲人早已离世，舍不得新时代安稳生活。一边是2001年故土亲友，一边是苦等22年的知力与年迈父母。你们快过来看，岩壁上刻着纹路，这是古时当地人记录矿石地质特征留下的石刻，暗藏前人留下的地质记录。岩壁上蜿蜒交错的古朴纹路，每一道弯砖的走向都精准刻沈彦恒贴身佩戴的桃木平安坠隐秘暗纹。这是古人观察矿石异常留下的实地记载。小家伙，你也能感应到？3名藏匿碎石的川越乘客一早失联，小区监控拍到他们凌晨3点打车直奔环山隧道，抽调2辆勘探越野车，连夜进山搜寻。怎么会？太险了，差点回不来，彻底打消这念头了。夜半阳台，小橘猫扒拉掉落的碎石边角料，碎石落地，瞬间印出一行模糊古字。翻译后内容是古时记录陨石落地的地质年份。这字我从未见过，形制奇特，像是某种失传的祭祀文字。文字记载，距今3200年，天外陨石环山催生特殊地磁与含空间粒子的矿石，是古人实地观测后的文字留存。所有物品必须严格登记。从老家带来的，晒得干透，给你们囤着慢慢吃。请进。这小家伙挺亲人，我家祖辈世代定居环山脚下，留存一套现装祖传图谱。周家先祖是古时山中守石人，常年观测其实地质变化，定下族规，不许族人随意触碰采石。近代战乱，周家分支四散搬迁，相关观测记录慢慢被后辈遗忘。发给考古陈做资料存档。这和我的吊针一模一样。家里热闹起来了。这箭头指的是现在的环山隧道地底。拿手标授藏宝图被塑封妥善保存，和考古队此前勘的隧道地底点位完美重合。进入施工围挡区后，跟紧队伍，注意脚下。小时候听长辈讲，每逢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山谷深处会飘出七彩雾气，误入雾气的村民偶尔凭空消失，几十年后又会突兀出现在村子入口，模样丝毫没有变老。这是70年代拍的照片，雾团和当年中巴穿越时的隧道光云别无二致。就是这儿，被碎石封着。这块原石所含空间粒子充足，足以人为稳定开启定点可控时空通道。我们特地来道谢。自家做的杂粮馒头，别嫌弃。后续探石计划怎么安排？我这2天协调好时间。监控拍到，原石上面出现人影了。身形酷似20年前失踪的中巴乘客。
研究所连夜调取储藏室全天监控录像，画面里原石迸发的采光短暂凝聚成人形虚影，仅仅停留3秒便消散无踪。2023年的科研设备太先进了，能在新时代安稳落脚，已是万幸。这是早年登记员手写的，登记员早已离世，没人知晓批注具体含义。我想问问你，愿意和我复婚？深夜回到家中，我手握桃木吊坠，闭目沉思。木坠受环境空间粒子震动嗡鸣，耳边清晰飘来01年临行前母亲叮嘱吃饭的原声。有些告别是无声的，就像这冬天的雪，落下来就化了。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乖，别想太多了，多吃点儿，往前看。7天原石实验突破瓶颈，可精准锁定时间坐标，短时开启通往2001年腊月的定点时空通道，单次通道最长限时10分钟。我们报名，想回去看一眼故土。定制了专业计时手环和防辐射简易防护马甲，规避穿越途中空间能量侵蚀风险。复刻当年手工打磨的素圈银戒，要寻机告白。这机器不用人也能收钱？这是智能自助收银机，扫码支付就行。等你们确定婚期，就在婚房小院栽种。好。此前误入80年代的3个人从时空猎搜折返，带回运远古相关民间实地记载。李警官说那3个人回来了。时隔数日，从80年代折返的3名乘客风尘仆仆，落座老婚房客厅后，慢慢讲述这些年在80年代的漂泊经历。我们误入偏远山村，靠帮农户种地换取口粮。村里100岁老者说，天外陨石坠落环山，在地底挤压岩层形成天然地磁矿脉，是整片山谷空间异常的根源。都是一代代村民实地观察总结而来的说法。我帮你们对接工作，1人入职建材门店，2人进入生鲜连锁超市。第2天一早，全家随同科研团队赶赴环山隧道实验室。巨型原石安置在场地正中央，淡彩光幕缓缓在空中舒展，精准连通2001年清溪县客运站外景。2名穿越者戴好计时手环、防护装备，踏入光幕。10分钟实现了，远远望见当年的家人站在候车厅门口，隔着时空挥手道别。终于放下了。通道关闭，原石损耗1/3储能，需静置3个月才能再次积攒能量。只有嫁给我。擅自更改过往，当前时空全线崩塌。是空间粒子受能量波动显现的地质规律提示。吊坠内壁的警示小字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紧。科研专家结合时空物理理论佐证，时空闭环遵循物理规律，不可人为篡改。倘若当年拦下准备登上中巴的沈之去，2023年存在的他、一众穿越者以及周遭所有人都会瞬间从现实消失。我不回去了，我想和你在2023年好好过日子。好。老头子，你看这黄枣花生多饱满呀，咱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红了。多亏了这些孩子们。这是2001年他没能送出的求婚草稿。哇，是你准备的吗？余生换我来照顾你，好吗？大片彩光划破夜幕，远在市区的老分房花园都能清晰望见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这个小白捡就当新婚贺礼了。
我们自己编的，图个吉利。改口红包提前备好了。哎呀！1周后，我们去民政局重新登记复婚。原石仅剩借最后一次短时开启通道的储能，科研院免费提供名额，允许借助最后10分钟回望当年出发之日。我想借着最后通道回到客运站，劝阻当年的自己不要乘坐黑中巴，这样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。吊坠的物理规律警示，改动历史会带来毁灭性后果。石壁古文也亮了，所有线索指向地质能量波动带来的特殊空间窗口。经过整夜翻阅古籍，联合科研推演，众人最终放弃改动历史的想法，折中方案定为隔着光幕远远凝望，不触碰、不干预2001年既定轨迹。再见，那个要出发的女孩。结束了。祝福你们，这次再也不分开了。从意外分离到重逢，慢慢相爱相守，22年岁月鸿沟，终究被日复一日的陪伴填平了。这字迹是你的，推测是过往某次空间粒子异动带来的跨时空遗留物品。我没有书写过这张字条的记忆。字条是未来某个时间线的你，借助零星空间能量跨越细碎时空遗留的信物。这件奇妙小事过后，我开启自己的事业，上线短短半个月，订单暴涨。你的产品上线半个月就爆单了，线下回头客也络绎不绝。沈彦恒科研课题顺利结束。感谢团队，我选择继续留在槟城，深耕本土科研。闲暇时光变成固定家庭日程。当年轰动一时的传闻，现在只当景区趣味传说讲了。供货商信息隐秘，没人能查到木料源头出处。为查清同款桃木挂坠的木料来源，沈彦恒抽空陪同沈之玉驱车前往环山景区商业街。是这个吗？进去看看。你好，我觉得你们店的风格很独特，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联名文创产品吗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们早就想做联名了。来，走一个！今天太开心了，好久没这么聚过了。是啊，希望咱们以后常聚，感情越来越好。彦恒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全新的，先放一边。这是昨日完整的生活细节，原石残留微量体子附着纸张形成的特殊现象。自动记事的空白笔记本成了全家的趣味珍宝。沈彦章连续1周测试本子规律，无论前一日发生多细碎的小事，次日打开本都会完整记录。是原石残留微弱时空粒子依附纸面形成的意象，只能复盘过往，没有窥探未来的能力。那就当家庭纪念藏品吧。当年的候车大厅现在改成美食街了。儿时熟悉的味道。
您看这，送给宝宝当出生礼物。谢谢。残存零星颗粒碰撞产生的偶然成像，是未来的我们。冬去春来，冰城气温回暖，街边樱花次第盛放。我进入孕晚期，行动日渐迟缓。沈彦恒全面暂停研究所常规实验项目，全天居家贴身陪护，自学母婴护理知识，夜里定时起身帮妻子热敷腰腿。给宝宝准备的，提前囤着。基地刚摘的菜，日日准时送到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你还是找到了我。别怕，我都在。非常好，再用一次力，宝宝马上就出来了。念念，你叫念念。他送完了最后一份礼物。现在你是念念的平安信物了。这是本地地标式科普产品，记录着环山独特的地质变迁。我产后一边居家照料女儿念念，一边线上打理文创网店，复古桃木饰品常年稳居店铺热销榜，订单覆盖周边多个城市。沈教授又准时下班抱孩子了，家里等着呢。每逢节假日，全家自驾短途出游。当年轰动全城的中巴时空失踪案慢慢淡出大众视野，只收录在滨城地方志奇闻篇章。当年传得神乎其神，如今也就当个小众闲谈。当年警方封存的山巴遗留物一块旧怀表，时隔22年，依旧精准走时。22年了，他还在走。锈迹斑驳的老式机械怀表是司机老周2001年随身物品，警方封存22年，如今按照遗物管理规定返还物主。半生离散重逢，这块表也跟着等了我22年，送给你了，小家伙，见证你长大的礼物。宝宝，你看这个大石头，这就是让爸妈穿越时空的石头，现在安静地躺在这里了。当年颠簸的乡间小道，现在全是高速了。天差地别。大爷，您还记得当年那趟老中巴的路线不？我听家里人说起过。你们说的就是那趟车，我当年临时有事没上去。我当年在车站外面捡到过一小块彩石，带回家一直搁在抽屉里，几十年没扔。这名花甲老人名叫赵博，当年因为临时突发腹痛没能登上中班，侥幸避开时空穿越，手里留存一块当年在客运站门口捡到的彩石边角料，几十年一直收在木匣里，早就不发光了，只剩普通石质感。2001年腊月那天的客运站，候车厅暖气烧得不够热，检票口排着长队，中巴发动的时候胃气挺重。这些细节和我们记忆里都对得上。沈教授，
您的科研山成果落地产业化，这套育种方案为我们节省了3年周期。团队合作的成果。这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这里。这张留存最后时空残影的全家福被精致装裱，摆在老婚房客厅 C 位，成为全家最珍贵的纪念藏品。每年都这么热闹，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儿。当年那辆中巴就从清溪客运站出发，谁也没想到会钻进时空里去。周叔叔，那后来呢？这样的日子，真希望能一直过下去。这批货下周给知佑店里送去，大伙儿加把劲儿。是时候多陪陪家人了。老周今天送来的老式木雕摆件，说放在店里卖合适。原来线索一直都在这里，是周家先祖历代观测山中奇石的地质手记，和我们经历的事刚好一一对应。周家先祖的牛皮纸手记字迹古朴，完整记录千百年间族人对环山奇石地池变化的实地观测内容。这里记载的地质变化规律，恰好和我们穿越的经历重合，难得的现实巧合。这是本馆热门展品，记录环山千百年地质变迁的珍贵手记。又是一年腊月，临近穿越22周年纪念日，全城气温骤降，细碎雪花漫天飘落，复刻2001年离别当日雪景。沈之佑提前备好食材，邀约所有亲友、穿越老友齐聚老婚房，复刻当年临行前的家常饭菜。表还在走。从隧道地质意外、陌生重逢到阖家圆满，22年就这么过来了，像场跨了辈分的梦，可又都是真的。又是这样的雪夜，一晃就是几十年。当年我只是绕了一段山路，阴差阳错，促成了你们这场跨越时光的姻缘。来，孩子们，干杯！干杯！谢谢叔叔伯伯，干杯！2001年仓促领证离别，伤疤误入空间裂缝，到2023年破镜重圆，所有遗憾、忐忑、隔阂都被这27年一点一点填平了。夜深洗漱完毕，我躺在爱人身边沉沉睡去，梦里没有扭曲采光，失控中巴，错乱时空，只有少年时代的两人在春日暖阳的校园牵手漫步，一场由地质意象催生的离奇时空穿越，最终化作一家人此生最温暖的独家回忆。全剧圆满收官，无后续悬念。